松手！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文静就要被打死了。玄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云洛生，你这下人没大没小，早就该教训。这里是我的院子，容不得你们作威作福。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里都是云家，我一个少爷教训下人，有错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脏了我的地方，还不快滚！那我们就把这贱婢带走了。小姐，不要啊！求求你救救文静。她不过是一个不听话的丫头，有人愿意教训就教训是了。小姐，他们说文静偷了他们的东西，可是文静今天根本就没有出门啊！你胡说什么？难不成本少爷会诬赖一个贱婢不成？还不快走，不要脏了本小姐的院子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还不带走？小姐，求求你！不要说了，好了，你也别哭了。文静现在不受委屈，她的事情就没办法解决。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文静的。这件事我自有打算，你私下护着文静便好。他们来找文静麻烦的时候，让她吃点苦头没关系。二夫人，二小姐，大小姐根本不在乎我，求你们放过我吧。她早就怀疑我了，所以才会对我有所戒备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放了你，就是因为你是个废物没有用，才会让云洛生这么得意。二夫人，如果你们愿意放了我，我就帮你们对付大小姐。你已经被他怀疑了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夫人，我知道他虽然不在乎我，但是他很在乎荷香。如果我帮你们杀了荷香，他一定受不了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你们肯放过我。好，这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我就让你回老家；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二夫人放心，我一定能做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娘，那个贱婢不会是故意骗我们的吧？怕什么？再给他1天时间，他要是杀了荷香，云洛生一定会一蹶不振。如果他做不到，到时候给他安置一个什么罪名都能弄死他。如果他真的杀了荷香，我们真的放他回老家吗？是啊，不过如果路上出了什么事情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和我们无关。夫人，小姐，文静真的杀了荷香。荷香，洛生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滚开！我不需要你们的假好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和娘是来关心你的。我不需要你们的关心，我要杀了文静。哎，别，这下人不管是犯了什么错，都是要老爷定夺才行。清然，快把文静送去老爷那里。我已经替你们杀了荷香了，你们该放我走了吧？我这就送你出门。云清然带着文静出了云家的门之后，就立刻回房派红玉找云虎义，说是文静偷了云家的东西潜逃了。娘，荷香那个臭丫头死了之后，只怕是过几天的狩猎都没有心思打扮了。倒是你一定要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。那个贱婢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家贼被抓住了。被抓住就被抓住，打死就是了。叫唤什么？听说家贼还杀死了大小姐的丫鬟，这回老爷正生气呢，几个下人都被老爷叫去训斥了。老爷，这丫鬟再怎么做错，家法处置就是了，您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是啊，爹，你何必这样生气呢？姐姐也不是故意放纵下人的，你不要怪姐姐。来人，还不快去叫大小姐！是，老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洛生的丫鬟，您不要气坏了身子啊，一会儿让洛生处置。姐姐平时对下人很严格啊，这会儿怎么犯糊涂了呢？也不怪洛生，这丫头平日就是偷东西，提醒她好几次了，她只是一心袒护，可能也没想到这丫鬟最终会这么大胆。你说什么？这丫鬟早就偷东西，洛生也知道。姐姐早就知道，但是自己房里的丫鬟，所以就一直护着呢。没办法，姐姐就是太善良了。善良这种事情能隐瞒吗？老爷别生气啊，这都是下人的错，又不是洛生的错。这下人就是天生贱命，不光是偷东西，这丫头呀还勾引府里的下人，和府里的下人行苟且之事。这事儿洛生也是知道的，可是他心太软了。什么？这种事情洛生也隐瞒着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刘氏和云清然对视了一眼，唇角带着得逞的笑意。爹，这丫鬟还杀了姐姐的贴身丫鬟呢。不过姐姐这个人太护短了，什么都不说。洛生这丫头对下人好是好，但也不能是非不分呐。这丫头闹出人命了。对，
今天我和娘去看姐姐的时候，亲眼看到她杀了何香，姐姐特别难过，估计是担心爹爹不高兴吧，所以就瞒下这件事。这种事情也能瞒下吗？洛生呢？还不快点去请大小姐？不用了，我来了。洛生给父亲请安。洛生，这文静是你的丫鬟吧？你可知道她犯了错，那也应该告知老爷。你现在什么都瞒着，老爷知道了不是更生气吗？姐姐，你心太软，却放纵了丫鬟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文静犯了什么错？洛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这丫头做了这么多错事，早就该家法处置。你就是这样管教丫鬟的吗？你的丫鬟可是丢尽了云家的颜面。父亲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文静一直在我院子里好好的帮衬着，犯了什么错？让你二娘说吧。洛生，这丫鬟犯了错，主子管教不力，你主动跟老爷认了错，倒也没有什么。但是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包庇这个丫鬟，只会让老爷寒了心呐。二娘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好啊，洛生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是打算包庇到底了？你就承认自己管教不严，顶多受一些训斥，挨2板子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可如果你坚决包庇这个丫鬟杀人，传出去，老爷的颜面何在呀？老爷，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姐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赶快承认自己管教不力吧，不然牵扯出更多的事情，爹会更加生气的。文静是我院子里的人，她做的事情都在我的管教之内。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严加对待。但是她并没有做错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说她没有错？如果她有什么错，还请二娘告诉我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这个丫鬟偷了我们府里的东西，难道不是你管教不力吗？文静不光是偷了府里的东西，还仗着你的名声欺压其余的丫鬟，她甚至还仗着自己的美貌勾引下人，在云府行苟且之事。她还屡次顶撞主子，屡教不改。她甚至还杀了你府里的丫鬟，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洛生，你二娘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可知道这些下人做事也是关乎云家的颜面的？姐姐，你就赶快认错吧。爹，他们所说的不过是一派谎言。一派谎言？你是说文静偷东西是假的了？她偷了什么？她跑出去被抓回来的时候，身上装的可都是府里之前的东西，这还不是偷的？这些东西是我让她拿出去的，变卖我房间里的一些东西，为的是父亲的寿宴。洛生，你可真会包庇。我没有包庇，我还给文静写了一封信，不信你们搜。爹的大寿就要到了，本来想卖一些自己平时不用的东西，换些钱给爹一个惊喜的，没成想就这样被二娘他们抓住了，还诬赖我的下人偷东西。所以文静根本就没有偷东西。好，就算她没有偷东西，但是她确实欺辱了其余的下人。文静仗着自己是大小姐房里的人，平时对我们作威作福的，轻则谩骂呵斥，重则暗地动手，还说这一切都是大小姐撑腰。洛生，可有此事？袁洛生不多说，一把撕开文静的衣服。文静身上的伤大大小小这几十处，应该是别人欺负她吧。如果不是那些下人动手，难不成是二娘动的手？求家主做主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文静根本就没有仗势欺人。好啊，你这是把什么都抵赖了。那你今天杀了何香这件事，总归不是有人污蔑了吧？我没有。这件事你也说不是你做的，那是谁做的？难道这件事你也要包庇他？女儿没有包庇任何人，文静没有杀人。你还不承认？子虚乌有的事情，我为何要承认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今天早上我和云清然是亲眼看到文静杀人的，可是今天他为了免除惩罚，不想承认自己管教不力，居然罔顾人命，矢口否认。何香从外面默默走进来，跪在地上。小姐，刘氏和云清然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何香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啊！今天早上明明我们亲眼所见，你被文静一刀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闹够了没有？爹，二娘这么做，一定是文静做错了什么，都是女儿管教不力，求爹降罪。你放心，有爹在，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爹，文静勾引下人，和下人在府中行苟且之事，证据确凿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再有下次，就等着家法处置吧。本来就是云清然和刘氏安排几个小厮糟蹋了文静，现在故意倒打一耙，说是文静勾引府内下人。老爷，我没有，
真的没有啊！求老爷替奴婢做主。我这就把那几个下人叫来，你们当面对质，我看你还怎么辩解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今天闹的这一出是什么用意？我当真看不出来。不就是前几天你受了家法，不高兴，非要针对洛生是不是？爹，你也清楚洛生的身份，也知道我疼爱洛生，不敢动他，所以就故意栽赃他的丫鬟，想要治他的不治之罪。不是的，爹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是你会编排这么多罪证，偷东西，仗势欺人，甚至还荒唐的说他杀人。他杀的人呢？这不是好好的栽着呢吗？为了陷害一个丫鬟，你们都不择手段，什么谎话都敢说。现在又捏造他勾引下人，这种毁人名声的事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早就说过，家和万事兴，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爹，他真的……妹妹，事到如今，不过是你气不过上一次自己被罚，你要是当真气不过，你就让爹爹打我一顿就是了，何必编排这些谎言诬陷文静呢？你们两个给我闭门思过，要是让我听到再有人敢诬陷洛生的丫鬟，再有什么流言蜚语，就家法处置。是，老爷。洛生，爹，你不用说，女儿明白。这么多年委屈你了。爹，怎么跟女儿说这样的话？爹已经看透了，他们就是要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爹教训你。你娘走得早，爹每天忙于政务，也不是不知道你平日受的委屈，只是……洛生明白，爹是不想我们吵吵闹闹，希望息事宁人的好。过几日就是狩猎，到时候你不要太出众，爹可不想你这么早出嫁。还有四皇子。四皇子？没什么，许是爹爹想多了。狩猎之时，皇室和世家子弟都会去，如果表现太过出众，只怕是容易被赐婚。爹，你放心，洛生还不想嫁人，还想多陪你几年呢。你呀，娘，当时您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状告文静勾引下人的事情啊？云洛生已经把一步一步算好了，怕是他早就和文静串通好，故意让文静受伤，然后好在大堂之中宽衣展露出来。那封信也是提前准备好的。可是文静说去杀何萧，也是他故意骗我们的。对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要掩盖一个很大的真相，就必须要铺垫一个更大的谎言。如果说我们所说的杀人都是假的，你以为老爷和府里人还会相信我们所说的勾引下人、行苟且之事吗？原来这一切是他早就计划好的。所以今天我才没有提起文静勾搭下人的事情，因为娘知道事到如今，说什么老爷都不会相信了。不光如此，从今天开始，府里也不敢有人再说这件事了。就算是那几个玷污了他的下人，只要说一个字，也会被当成挑事儿的人给赶出去。什么？我们计划好的一切全部都被打碎了？好一个云洛生，我真是低估了他了。娘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太轻敌了，还连累了娘。没关系，你这倾城的容貌很快就会为我们迎来新的一局。在云家输了算什么？你将来是要赢得天下的。娘，我们的目光应该长远一些了。狩猎当日，娘要你和二皇子生米煮成熟饭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心系四皇子，但是四皇子的生母已故，宫中无人运筹，母系一族也不过是淡薄的武官，没有心机，将来也不是储君之位。何况你和二皇子的谣言已经传遍天下了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你还想不通吗？趁着二皇子对你有心，你还不赶快把握住？他对我有心，是因为他认错了人啊。什么？他不喜欢你吗？娘，你还记得那一年大夫人进宫受封赏，带了我和云洛生一起去吗？我记得那年你才5岁，不就是那一次开始，二皇子对你一见钟情吗？那一天进宫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而让二皇子真正喜欢我的事情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我身上的玉佩，以为是我救了他。什么意思？原来当年他们一起进宫，却偶然遇到了二皇子和四皇子，被一个居心叵测的宫女推下水了。当时他们只有几个孩子在那里，一时间都已经吓晕了。只有云洛生最先镇定下来，并且利用自己的水性去救了二皇子和四皇子。后来呢？后来云洛生教我救人，可是我不会，他就教我如何给他们渡气。云洛生为四皇子渡气，四皇子醒了，我害怕极了，
不愿意为二皇子渡气，我以为他死了呢。好在太医及时到了，被太医带走了。后来二皇子醒来，见到我们，看到我拿着他的玉佩，以为是我救了他。什么？按照你所说，二皇子一直想要找的人是云洛生？是。那玉佩呢？我一直保存着呢。二皇子身上掉下来的玉佩被我捡到了，我还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以为那天救他的人是我。可是我总是害怕这件事被二皇子发现，到时候他非但不会喜欢我，还会厌恶我，说不定还会治我的罪。怕什么？这件事只要你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太好了，我本来就担心你和二皇子的事情皇后会不同意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有了这块玉佩，什么都好说了。娘，狩猎那天你就好好装扮一番，等着做安盛帝国未来的皇后吧。小姐，听说这2天二夫人和二小姐被禁足，但是还真是没有消停呢。3天2头让丫鬟偷偷出去买东西，一定是准备这一次狩猎的东西呢。是啊，小姐，自从文静走了之后，你也不出门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，重新开始。他纵然能理解文静，却无法谅解背叛。小姐，这是苏府的人送来的，说是表少爷送给你的。表哥送来的应该是狩猎的衣服。是，里面好像还有一封信。我知道了，果然是云雷干的好事。小姐，怎么了？难怪少爷那天会被刺杀，原来是这个云雷做的。他为了躲避被斥责，在外面居然都是用的少爷的名字。不光如此，那些人发现了他的行踪，他回去之后立刻就宣扬自己没有出去，并且在这些人询问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是云峥出去了，而且还说云峥回来之后怪怪的，还单独见了将军。这个胆小鬼把一切都推到了少爷的身上，太过分了。很好，他们害了我的丫鬟，还险些害死云峥，我就不会让他们好过。不过好在他知道云志已经给云峥找了一个好的大夫养伤，听闻这个大夫不过是2天时间就让云峥的伤口愈合了。上一次安君玲因为自己而受伤，如果这个大夫能够帮助安君玲，那就太好了。云洛生给苏志写信，并且追问了大夫的下落，专门跑到大夫家里。你就是林大夫？是啊，怎么？只是没有想到名医这么年轻，小女云洛生是云峥的姐姐，多谢姑娘救了云峥啊。这一次请名医来，是希望你能随我走一趟，医治一个朋友。好啊，只要有足够的银两。好，不过呢，你也不用开口名医，闭口名医。我看你和我差不多大，我叫林玉碧，你叫我林大夫或者玉碧。多谢玉碧姑娘。袁洛生带着林玉碧一路到了安君玲的府里。你愿意专门去找我？四皇子对你很重要，你喜欢他？不是，就是一个普通朋友。他为我而受伤，马上要狩猎比赛了，我怕他因此受影响。狩猎比赛不是还有7天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是一般的刀剑伤，不出3天就能痊愈。那就太好了。玉碧姑娘妙手回春，不知师承何人？我师父就是人称赛神仙的前太医院长院陆春秋。小小黄毛丫头就口出狂言。一老者从外面走进来，身边跟着一名女子，就是左丞相之女慕容新慈。黑暗的回忆清晰而又疼痛地搅动着。慕容新慈当年想要嫁给安君玲的，但是安墨白希望得到左丞相在朝中的势力，所以用了一些手段，想办法让慕容新慈嫁给了自己。后来在宫中拨弄权术，排除异己，就连云清然都让他几分。袁洛生不过是想要保护好安墨白，对于后宫的权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云府没落之时，袁洛生却专门求他，但是慕容新慈非但没有帮助他，还雪上加霜，和左丞相一起请求上书灭族。袁府灭族之后，左丞相马不停蹄地接管了袁家所有的事务。慕容丞相的远方泼皮无赖亲戚堂而皇之地入住云府，糟践了云家的下人。而何香回忆太过于刺痛，让袁洛生忍不住地闭上眼睛，攥紧双手。云姑娘，四皇子请。你这空口小儿，来皇子府内坑蒙拐骗。好了，玉碧姑娘，我们走。四皇子，这是林玉碧大夫，是表哥找来给云峥治病的。云峥的伤口已经愈合，我记得上一次四皇子的手臂受伤，怕影响即将到来的狩猎，所以专门请了玉碧姑娘
被四皇子诊治。算你有良心，浩轩不过是江湖郎中。喂，你说谁是江湖郎中呢？本小姐是神医陆春秋的弟子，要不是云姑娘专门请我来，你以为我稀罕给你们什么四皇子看病啊？你四皇子，玉璧姑娘确实是医术不凡，先前已经为云峥疗伤，云峥背后的伤口比较深，已经愈合了，所以我才把玉璧姑娘请过来的。好，连玉璧走过去为安君灵把脉。你这小丫头，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那你听说过病不必医吗？刚才慕容小姐请来的名医都被眼里赶出去了，你居然相信这个小丫头？闭嘴，吵死了！安君灵看了连浩轩一眼，连浩轩没好气的冷哼一声，干脆出门去了。没有这只麻雀，真是安静多了。一旁的云洛生也忍不住被他可爱的样子给逗笑了。安君灵一瞬不瞬的看着云洛生，他的笑容慢慢的收敛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。难怪你会喜欢这个小姑娘。安君灵浅浅一笑。当年也有人问你，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说过生死才是大事，除此之外算什么？若是因为所谓的体统就要罔顾生死，那就打破这体统。云洛生想起来了，那还是他刚刚6岁的时候，跟着娘亲入宫领赏，无意中救了2个落水的皇子孩子。云洛生用娘亲教的渡气的方法救了4皇子，让云清然帮忙，可是云清然却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云洛生才会说下那番话。他居然还记得，原来你们2个人早就授受不亲了。还说不是你的情郎？不是的，当时我是出于救人之心才没有。不过云洛生说完之后，猝然想起前几天安君灵送自己回去的时候，因为马车的颠簸，不小心他的脸颊上升起2坨红晕。明明就是喜欢，还不承认。四皇子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必有归宿。玉璧姑娘不要开玩笑了，前世安君灵为了自己牺牲了太多，今生他没有别的能耐，也务必要守护安君灵的安全，不能拖累他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上了药，不出3天伤口就会愈合。要是还没有愈合，你大可以来砸了我的招牌。多谢玉璧姑娘。喂，你们2个，说你们呢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走。慢着，原来是慕容小姐。原来这位姑娘没有看到我，所以才会教训我的丫鬟。是啊，慕容小姐应该也没有看到我们吧？不然自己的丫鬟这么放肆，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顾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？早年随母亲入宫受封，有幸见过慕容小姐。是吗？不过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云洛生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云太傅家的嫡女云姑娘。当年我爹拒绝了皇后的指婚之后，听闻你和2皇子即将成婚。有些人就是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东西。慕容姑娘心地善良，对身边的丫鬟也是太过于仁慈。这丫鬟居然把皇子说成是东西，若是按照律法，怎么都算是藐视皇室之罪吧。你不要不说，我没有说2皇子是东西。那你的意思是2皇子他不是东西，这可是要灭族的。我没有，小姐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绝对没有蔑视皇族的意思，我只是一时口快。听闻云姑娘心地善良，刚才不过是提醒你，哪里就真的治你的罪了。不过你凡事要小心，祸从口出。你和2皇子的婚礼我是一定会去的，还会送一份大礼。我已经和2皇子解除了婚约了。是吗？云太傅虽然只是2品大员，不过如果云小姐能和2皇子成婚的话，说不定云太傅有机会成为和我爹平起平坐的关系呢。慕容小姐说笑了，左相一代贤臣，官居1品，门生遍布朝堂，就算是皇后都忌惮几分。别说我们忠烈的云家了，你说我爹品阶差一等，我就说你结党营私，唇枪舌战之下也不遑多让。这就是你找来的大夫呀？4皇子也确实给你面子，我找来的京城名医他都没有看，却看你找来的一个小姑娘。如果治不好4皇子的手，怕是也过意不去。这就不劳慕容姑娘费心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你有没有看到慕容姑娘最后的表情？分明是在外面等我们的时候憋得一肚子话，可是被你一句话给堵回去了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样子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有时候未必要咄咄逼人，适时的留白反而会更加有杀伤力。没想到你这小丫头还真有2下子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神医陆春秋的弟子。好，我相信你了。其实府内还有2个侍卫受伤了，我想着你能不能……还不快
快走！这丫头说走就走，怕是全然把我给忘在这里了。这样也好。那一日，云姑娘的琴声袅袅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听一曲。啊，好吧。袁洛生轻轻抚琴，琴声悠扬婉转，袅袅而动，宛若灵动的少女的欢笑，清脆悦耳。安君灵缓慢地闭上眼睛，随着琴声的婉转而渐渐悲伤。袁洛生当年听这曲子就是这种感觉。袁洛生心有戚戚然，不经意地抬头，却似乎看到了安君灵的眼泪，她哭了。袁洛生走过去，有些不解地看着安君灵，情不自禁地靠近她，轻轻地蹲在她的膝边。安君灵缓慢地睁开眼睛，他曾经抱住她冰冷的头颅，如今看到鲜活而悲伤的安君灵，让他的心跟着疼了起来。袁洛生像是鬼使神差一般，下意识地想要为他擦掉眼泪，他刚刚抬手就被安君灵握住了。安君灵一瞬不瞬地看着袁洛生，这曲子其实是爷进爷，这玉璧姑娘真是妙手回春呐。袁洛生的心跳突突的，这会儿都没有平复下来。哎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琴声，爷，这不是贵妃最爱的琴吗？你自己都舍不得用的。袁洛生心头一紧，却没有想到这琴竟然是安君灵的母亲留下来的。浩轩，哦，知道了爷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和玉璧姑娘就先回去了。预祝四皇子在狩猎之中旗开得胜。慕容姑娘，今天四皇子有些累了，闭门谢客。刚才云洛生不是进去了吗？是啊，可能就是云小姐让四皇子累着了。这话有些暧昧，慕容新慈感觉到刺耳极了，默默地攥紧双手。袁洛生也知道自己已经招惹了慕容新慈，所以干脆处处躲着他。一方面他现在没有心力去对付慕容新慈，他现在规划的是云峥的仕途，并且阻止安墨白利用手段上位。到了狩猎当天，袁虎义带着袁洛生和云清然一同去了狩猎场。阿生，表哥，阿生，今天真是好看。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和表哥可是等你很久了，特别是表哥，都快要望眼欲穿了。胡闹，表哥，我上一次给你写的信。你放心。袁洛生笑着点点头，却感觉似乎被一双灼热的眼睛盯住了一样。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看到一个粉色长裙的女子正在看着自己和苏志。袁洛生低头浅笑，对方却一个傲慢的冷哼一声，转过身去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？皇室狩猎，我们自然要来提前安排，以防有危险。难怪。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忽然一支利剑从两个人中间穿过。阿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上官婉彤，一个利索的下马快步而来。嫂嫂啊，你叫谁嫂嫂呢？我经常听表哥说起你的事情，而且我心里只认你一个人是我的表嫂。阿生，不可胡说。你看，表哥还害羞了。当年上官婉彤和苏志结婚才刚刚1年，就因为难产而亡。后来袁洛生才知道是安墨白忌惮两家联姻，所以才会暗中算计了上官婉彤，以至于一段时间苏志都萎靡不振。这一次换到他来守护他们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走，嫂嫂，我们一边说话去。刚才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人有失手。我不是失手，我就是想教训你一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为……你以为表哥和我之间有什么事情是不是？表哥只是一时间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心，他心里面是喜欢你的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如果苏志一点都不喜欢上官婉彤，当年也不会在上官婉彤去世之后这么后悔痛苦。你不用解释，我这人会分辨，真真假假，我只要看一眼就明白了。你喊我嫂嫂的时候是不经思考的，完全是下意识的，是真心的，所以我真是误会你了。嫂嫂这是做什么？你别叫我嫂嫂。真的不要我叫你嫂嫂？有人的时候不要叫。好的，嫂嫂。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从里面走出来，正遇上鬼鬼祟祟的云清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姐姐，这里是狩猎场，我在这里提前准备。她是你妹妹？算是吧。那她为什么让我好好教训你？云洛生和云清然都有些意外。上官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自己说的话自己听不懂吗？你不是说云洛生背地里要跟我抢苏志，还说他在苏志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，今天还在这里勾引苏志，让我教训云洛生吗？这不过半天时间你就听不懂了？你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？你可能确实有一些毛病。我们走，留下气得在原地跺脚的云清然。你这妹妹心不善，你要小心。嫂嫂不用担心，四皇子的手臂已经不受影响了吧？那天的姑娘医术绝世非同一般。今日的狩猎，四皇子不受影响就好了。
希望四皇子好好表现。等一下，云姑娘多次提醒我今天的狩猎很重要，是知道一些事情吗？果然，狩猎比赛刚刚开始，皇上才悠悠地说出今天的奖赏。你们几个年岁已经不小，符也已经分过了，只是没有想好几地的安排。今日都各显神通，倘若表现好的，重重有赏。这是要根据今天的狩猎表现分配封地，而安君灵却若有所思地看着袁洛生。袁洛生分明能感受到安君灵的目光，却视而不见。当然，除了皇子，今日也都有封赏，朕不会偏心。若是能得到第1名，不管身份如何，今日你想要什么，朕都会答应。皇上此言一出，众人内心立刻沸腾起来。皇上隆恩。姐姐，你如果是第1名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有表哥在，我怎么会是第1名呢？如果你是第1名呢？可能想要自由吧。啊？你还小，还不懂呢。我不小了，姐姐，我都已经14岁了，再过几年我也要分府了。怎么，才14岁就想着成亲分府了？哎呀，姐姐！云峥说不过云洛生，撇撇嘴跑开了。狩猎开始，云峥刚开始还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云洛生，后来硬是被云洛生给赶走了。她不过一介女子，今天的输赢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云峥和苏志。原来这是你的猎物，不好意思啊。如果二皇子不好意思，就不会放箭了，何必惺惺作态？云洛生，你怎么像个刺猬一样？这个野鸡，大不了本皇子可以让给你啊。不用了，二皇子一向对野鸡比较情有独钟，洛生怎么好夺人所爱呢？站住！云洛生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一次一次驳本皇子的面子，不就是想要引起本皇子的注意吗？好，既然早就被你看出来，本皇子也不想否认，我确实心系清然，你也是因为这个才故意解除婚约，引起本皇子的注意的吧？二皇子想多了。你敢说你不喜欢本皇子？我还真敢说，何况二皇子不是已经承认心有所属了，何必纠缠？云洛生，你这算什么？欲擒故纵吗？好，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，本皇子承认确实对你有一点心动了，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在本皇子心中的地位绝对不会超过云清然。那我就祝你和云清然百年好合。陈公子，今天收获不少啊。我这还算多吗？你们是没有看到李兄的呢。唉，我们这些真的是太比不过二皇子。二皇子的猎物你们没有看到吗？满满当当的一口袋呢。那看来今年的第1名就是二皇子了。皇上本来就看重二皇子，如今皇上又说趁这个狩猎封王，想必京城附近的逍遥城封地必然属于二皇子了。老二今天表现不错。是啊，莫白今天上马的英姿，你别说，还有皇上当年的风范呢。哦，是吗？当初为了拿到第1名，安莫白为了充数，故意猎杀哺乳的猎物，这样可以一次抓一窝，有的不过是刚刚降生的小鹿，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还有即将生产的猎物，因为被皇上偏爱，再加上自己巧言善辩，最终成为第1名。如今他休想故技重施。谁在那里？啊，姐姐，你听错了吧？也许吧，丛林里面的禽兽比较多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禽兽。姐姐，你确定这个方法能行吗？当然，皇上又没说按照什么依据，那不就是默认按照数量吗？还有什么比鱼子的数量更多的？这样不行吧？你没有听说过兵行险招吗？赶快把这个鱼子装进我的袋子里，偷偷带回去。看来姐姐是要第1名了。起初云清然并没有明白两个人在说些什么，后来才慢慢明了过来，原来云洛生是想要用鱼子的数量充当狩猎的数量，果然机智。不过云清然勾唇一笑，看来他必须要抢得先机才是。你不是来看比赛的吗？何况你也不会狩猎啊。爹，既然都来了，重在参与，我也不能是第1，就是和大家结识一番。云虎义也不疑有他，就把云清然的名字也递了上去。嫂嫂今天收获如何？还算不错，你呢？那肯定比不过嫂嫂，不过我意不在此。是吗？那你的意在哪里呢？在本皇子的身上吗？这就是被你拒绝的二皇子？本皇子并不是被他拒绝，只是识破了他的欲擒故纵，不想理会罢了。今天本皇子是第1名之后，你猜本皇子会怎么做？用屁股坐呀，不然呢？你还真是粗俗。我本就是在男子之中长大，今天就算是被二皇子骂一句粗俗也无所谓。不过
如果二皇子在这里打扰本将军狩猎的话，我还可以更粗俗一些。上官婉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对本皇子这样说话？安莫白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仗着被皇后收养，还真把自己当储君了。你二皇子，你得第一名之后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不过在这里干耗着，是拿不到第一名呢。请便。算了，嫂嫂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气。洛生，你幸亏没有嫁给这种人，以后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小人。嫂嫂放心，你只管好好表现，等皇上的封赏，千万别被我拖累了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放心。不好，是一只猛虎，危险！那猛虎非但没有被射伤，反倒像是被激怒，更加凶猛地朝着云洛生扑了过来。云洛生连连后退，老虎扑身而来，救命！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地方居然会有猛虎。那猛虎欺身而来，三箭齐发，猛虎掉在云洛生的身上，好在猛虎只是压住他的腿。还好吗？云洛生抬头看去，果然是安君灵。多谢四皇子出手相救，本以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野兽，不过看来是顾虑不周了。爷，你没事吧？看到安君灵没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怎么有条蛇？连浩轩一脚踢开小蛇，去检查猛虎。哎，连浩轩拔出3根箭矢后，有些意外地看着安君灵。爷，安君灵带兵多年，百发百中，今日慌乱之中却3箭齐发。安君灵轻轻蹙眉，猛虎本就是难以狩猎之物，多谢四皇子，有此猛兽，必然心想事成。云姑娘，还是跟我们回去吧，以免再有什么危险。云洛生坐在安君灵的前面，就像是坐在他怀里一般，略显暧昧。云洛生下意识地和安君灵拉开距离，这马儿一会儿跳一下，一会儿嘶一声，根本走的就不平稳。好几次，云洛生都被颠簸的撞击到了安君灵的怀中，这马像是发狂了一样，然后疯狂地冲了出去。这怎么回事？安君灵趁机抱住他，手臂一转，让云洛生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而坐。报警了啊！他素手一抓，攥紧了他的衣服，双手搂住他的腰。云洛生的心头一暖，鼻子居然有些酸酸的，被细腻关注和呵护的感觉他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安君灵有力的心跳轰隆隆的，就像是规律的雷声一般，却让人十分安心。安君灵静默地抱着云洛生，马这会儿也安静了下来。云洛生从安君灵的怀中探出头来，正对上安君灵关切的目光，他的手臂还紧紧地抱着他，能够感觉到他有力的心跳一下一下。多谢四皇子，这马怎么会忽然发狂？莫不是有人想要伤害四皇子？迷蛇草，迷蛇草。经过安君灵的提醒，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味道确实有一点点奇怪，几乎察觉不到。那马蹄附近有一只仓皇而去的小蛇，怕是来的路上应该也有，难怪自己之前会被蛇绊倒，如今马又被云洛生招来的蛇给吓到。原来罪魁祸首就是自己身上沾染的迷蛇草。到底是谁对自己动手？云清然、安莫白。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，不然一会儿又会有蛇被你身上的味道引过来了。好，拉着我。云洛生连连拒绝，不过安君灵置若罔闻，硬是拉着云洛生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啊，那不是四皇子吗？不是传闻四皇子不近美色？哎呀，四皇子牵着的那不是云家的姑娘吗？你别说，看起来还真是男才女貌，十分登对。嘘，那可是拒绝了二皇子的女子，你们小声些。姐姐，你怎么和四皇子一起？对于云峥，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你别着急啊，我身上的引蛇粉的味道本来就很淡，这会儿都退散的几乎没有了。对我下手之人，又怎么会在自己身上留下证据？你这会儿提出这件事，是怕被别人别有居心的倒打一耙。姐姐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今天的重要事情不在于此，你要记住，今天姐姐给你说的那些话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。朕一言九鼎，是不会反悔的。不知道今天哪位是第一名啊？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安莫白，除此之外就是苏轼了。上官婉童虽然比不上这2位，但是在女子里面无人能及。看来这几位今年都是做得不错，王子们的事情朕一会儿解决。先看看第一名。皇上，你就是云太傅家的那个女儿云清然是吧？倒是倾城之貌。多谢皇上称赞。皇上，依臣女看来，
今日比赛的第1名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女不才，却有信心成为今天的第1名。听到云清然的话，众人一阵耻笑。妹妹，你顽皮也要看场合，如今皇上面前不可造次。皇上，臣女可以自证自己是第1名。哦，你如何证明？清然，云清然没有理会，他从自己的袋子里取出一条鱼。皇上，今日狩猎多着强者为胜，我一个女子不能以强取胜，那就以多取胜。哦，云清然用匕首剖开鱼腹，一大串的鱼卵密密麻麻的倾泻而出。云峥和云洛生对视了一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今日谁的猎物还有比臣女这鱼子更多的吗？一吸2吸3吸，3吸过后笑死人了！真是胡闹！鱼子，他怎么不去抓蚂蚁？哎呀，我的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众人一派哄堂大笑，云倩然愣在当场。你这丫头倒是有些意思，不过倒是提醒了朕，确实忘了给你们立规。今日狩猎以野兽为主，若是遇到幼卵，自然是不算数的。不过你这想法确实独树一帜，让人耳目一新呢。还嫌丢脸不够吗？云太傅，不要这么严肃。小姑娘很有意思，不过这个年岁的小姑娘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别处。这话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批判云清然别有心机，不该投机取巧。当云清然有些懵懂的看着安墨白的时候，甚至能看到安墨白眼眸之中的怒气。他为什么这么愤怒？佳妹唐突应该是没有弄明白规则，多谢皇上指点。那按照皇上所说，又卵又瘦都不能算是今日成果。佳妹，你明白了吗？这话明面上是说给云清然的，不过却成功的把安墨白给刺激到了，恶狠狠地瞪了云洛生一眼。我知道了。不过姐姐，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姐姐是大家闺秀，这样的方法她根本就不会用。而且我姐姐还告诉我，今天的输赢不重要，万万不可以猎杀幼兽。春猎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本事，若是为了赢不择手段，那就失去了输赢本身的意义了。众人都忍不住的点点头，对云峥也是刮目相看。姐姐根本不可能这样说，如果二姐你记错了的话，那就不要胡说。好啊，你是云太傅的儿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皇上，臣子云峥，是苏家军的一名小将。你是云峥，你是云峥啊！皇后，你可知道这个小将给咱们立下了多少功劳？哦，你可知道前几日我们换来的风林帝国边疆的一座城池，就是因为他。这孩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如何做到的？他呀，真是一个福将，无意中撞见那些混在苏家军之中的细作，后来居然被苏志抓到了风林帝国的九皇子，作为交换条件，风林帝国主动求和，都是因为他呢。皇后也是颇为惊讶地看着云峥，众人也是连连点头称道。云狐一的面色也因此缓和了不少，对于这个儿子感到十分的骄傲。好啊，看你今天也是收获颇丰，今天朕就封你为少校，如何？啊，还不赶快谢皇上！这皇上赏赐，云峥本该接受的，可是我苏志哥哥才是少校啊！这云家两姐弟确实气节高于一般人，立下这样的功劳，一般人早就主动邀功了。是啊，今天如果不是皇上提起，他只怕根本不会说出自己的功劳呢。就这样还不愿意接受封赏，确实是让人刮目相看呐。听闻他们母亲去世早，云峥的品性都是姐姐言传身教呢。哦，这姐弟俩真是不错，云虎亦有子孙福啊。你小子有情有义，还不贪心，朕很是喜欢。你放心，亏待不了你苏志哥哥。本来想要晚一些再宣布的，不过如果让你心有愧疚，朕现在可以告诉，朕是打算封你苏志哥哥为少将。多谢皇上。安墨白猎物里面有1半以上都是幼崽，皇上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。父皇，儿臣今日求胜心切，确实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幼崽还是野兽，还请父皇处罚。处罚就不必了，你也是没有看清楚。这话谁都知道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，是皇上给自己和二皇子找了个台阶。是啊，今天草丛茂密，确实不容易看清楚。二皇子封地罗城，封庆孝王。啊，父皇，本来不是说附近的逍遥城吗？如今谢父皇封赏。安君临今天收获颇丰，皇上很是满意。四皇子封
爷，我们总算是给抬出来了。还以为二皇子的黑豹子已经是极品，却不想今日还有老虎。是啊，四皇子那可是带兵打仗的好手，只是平日不爱邀功罢了。今天一看，果然就是和其他皇子不一样。哎呀，看来今天四皇子是稳妥的第一名了。父皇，其实这猛虎是云姑娘猎到的，只是云姑娘的箭矢力道不足，才没有猎杀成功。他丢在那里的箭矢居然被他捡了回来。皇上，臣女被猛虎所困，是四皇子射杀猛虎，救了臣女，所以臣女不敢鞠躬。父皇，猛虎袭击云姑娘，云姑娘反手射箭，正中眉心。不过因为今日箭矢的缘故，才没有成功，并且因此受伤，所以这猛虎理应属于云姑娘。皇上，臣女不过是侥幸，真正猎杀猛虎的人是四皇子。父皇，皇上，好了，你们的意思朕明白了，不抢功，不邀功，朕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你们就不要争执了，封四皇子逍遥王，封地逍遥城。皇上，皇后倒吸了一口气。云姑娘今天是第一名，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臣女愧不敢当。朕看你确实教敌有方，自己也淡泊功利，是个好孩子呀。朕既然许了你一个愿望，就不会食言。如果皇上当真要奖赏臣女，臣女希望可以有一门自己决定的婚事。哦，这云洛生确实是不一般啊。皇上也笑了笑，答应了下来。好了，至少他的婚姻不至于被政权捆绑了。云家这对姐弟果然是人中龙凤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那是，一般人和他们就显得狭隘自私的多。你看那小淑女之前的样，真是跳梁小丑一样。玄真在一旁看着，也觉得开心，自己的姐姐居然真的是第一名。云清然则是咬碎了银牙。逍遥城接近京都，如今的繁华程度比京都更甚。安君临封地逍遥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呢。特别是原本最有希望的安墨白。云清然想着刘氏的嘱托，带着准备好的迷青伞去找安墨白。无论如何，今天都要和安墨白生米煮成熟饭。你怎么来了？二皇子，今天的事情真是可惜了。可惜了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小聪明手段，父皇也不会专门提出幼卵和幼崽是不算数的。你这个蠢货！二皇子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逍遥城的封地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的。安墨白因为当年的误会是喜欢自己的，可是今天他心中就算是有柔情蜜意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地位和权势。薄情不过帝王家。对不起，二皇子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，我也是听云洛生说的。是他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是他和云峥偷偷议论，被我听到的。二皇子，够了！你还嫌自己害我害得不够惨吗？还不快滚！云清然哭着跑开了。今天你说你在那抖什么机灵？我也是想要拿第一啊！鱼子就用鱼子就能第一，你是不是蠢？还不是云罗生那个贱人，当初就该弄死他，不然今天我也不会着了他的道。这个贱人早就该死，不过你也不该相信他。我没有。姐，我有件事情快要憋不住了，想要告诉你。你说，那天其实和那些人一起出去的并不是云峥，而是我。什么？你是说认出风铃帝国奸细的人是你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样的功劳就被云峥给抢去了。我那一次偷偷跑出去的，后来就回家了，因为娘不舍得让我在家多住了2天，所以后来云峥回去之后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。直到今天我弄清楚来龙去脉，可是功劳已经被云峥给抢走了。你是说有功的人其实是你？二皇子还在生本皇子的气吗？不敢，都是本皇子不好，让你受了委屈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方才本皇子是在气头上呢。是啊，姐姐，你看你今天干的蠢事。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好，这件事先放一放。本皇子刚才听你说什么风林帝国细作那件事，你再好好的给本皇子说清楚。很好，那云洛生和云峥不就是被称赞不邀功不抢功吗？今天晚宴之上，我就让众人看看他们是如何抢了功劳。父皇，刚才清然和云雷告诉儿臣一件事情，本来儿臣是不想因此打扰，但是云洛生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所以儿臣只能挺身而出了。哦，还不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皇上？可是臣子不敢。不敢？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在苏家军里无人撑腰，所以受些委屈，但是父皇明察秋毫，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说。多谢二皇子，多谢皇上，求二皇子和皇上为臣子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袁雷这才娓娓道来。哦，是这样吗？苏少校，回二皇子，应该是苏少将。少将是皇上刚刚的赏赐，而且苏轼认为
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得起皇上所赏赐的少将，二皇子请尊重。父皇，儿臣没有不敬的意思。你是说那日遇到风林帝国细作的是你？回皇上，正是。苏志不知道，没听说。你分明就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，但你却把这个功劳全部都归结到了云峥的身上。苏志，你不能因为云峥是你的表弟就维护云峥，甚至把这样的功劳也安置到云峥的头上。父皇，这件事情也是云雷告诉我的，我才明白其中曲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那日我出去遇到刺客，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的。好，那就传你的证人吧。云雷找来几个当时和自己一起出去的，见到自己的人作证。皇上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果然如此。哦，那一日出去的是你，可为什么你当时不说？我们都想要出去洗澡，所以就违背了军令。那日那些违背军令的人都已经主动领了50军棍，你怎么不开口呢？苏少将，这样的追究可以暂时放一。那日立功之人分明就是云雷，怎么会被你安置到云峥的头上呢？他们出去那天我也已经调查过了，外面小贩处留下的名字都是云峥，我自然以为是云峥。哦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去的是谁？回皇上，是我出去的，我是担心苏少将会调查，才会留下云峥的名字的。自己跑出去却诬赖是别人，云家的2个儿子怎么差别这么大？可不是嘛，居然能做出这样偷梁换柱的事情，真是令人不齿啊！苏志，这是你的属下，如何裁判还是你来决断吧。多谢皇上信任，云雷有没有出门，有没有遇到临风帝国之人，臣子不知。他所说的禀告给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件事确实是云峥禀告的，功劳自然也是云峥的。那是云峥确实出去了，就在云峥回到云家的那天，就被风林帝国的刺客袭击，后背重伤，险些丧命，这就是云峥功勋之下的代价。云峥，你姐姐所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皇上，那天我确实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去洗澡，那日我是奉命执行秘密任务去了。什么任务？其实苏志哥早就对这几个人有所怀疑了，所以让我暗中观察，不过没成想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你胡说，你那天根本就没有出去。是啊，他们都说你没有出去，领军棍惩罚那天你也不在，今日又换了一套说辞，未免难以自圆其说呀。臣子证明，那天的确是我派遣云峥出去的，就是去调查这几个行迹诡异的人。原来如此，苏将军还真是能言善辩，之前你怎么不说呢？这件事云峥本都不愿意提出来，不想要邀功，我自然也不愿意多说。但是现如今有人出来诬陷云峥，我无论是作为云峥的表哥，还是作为云峥的将领，都不得不站出来。你说是秘密任务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密令在手，不过在军营之中，等回去我就会找人给皇上送去。你回去再伪造一份密令就是了。那好，如果二皇子不信，可以让皇上派人去取，就在我书桌之上。父亲还在军营之中，父亲有打开盒子的钥匙，我是不是撒谎，一看便知。父皇，苏志和云洛生、云峥之间关系密切，所以才会将这一切的功劳都安置到他们的头上。所谓的刺杀，所谓的密令，一切都是伪造的。皇上，云雷所言句句属实，云峥根本就没有出去。皇上，云峥那天必然是出去了，否则也不会遭遇刺杀。你所说的刺杀不过是自己的编排，根本无从佐证。父皇，儿臣作证。你那日云姑娘误入马车，儿臣送云姑娘回去，便遇到了风林帝国的刺客。云峥后背受伤，云姑娘也受伤，儿臣手臂处受伤，才确认了这些刺客的身份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次日云峥昏迷不醒，并未一同用膳，不过担心父皇挂心，所以并没有如实以告。云虎一这才回想起那一天，当时刘氏还说云峥没有礼貌，有客人来了也不出来吃饭。妹妹应该也是想起来了，第2日你来的时候，看到我院子里迸溅的鲜血，就是那天留下的。这已经明白了。皇上，真的是我撞进了他们身上的纹身，只是我太紧张了，所以就在家多住了几天，不是云峥啊！荒唐！倘若是你揭露了风林帝国的细作，为何被刺杀的的确是云峥？难不成那些刺客都是傻子？还是说你把朕当作昏君？安墨白也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，从安君灵站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这件事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四弟什么时候和他们的关系这么亲密？住在云家，还为云洛生说话。就算是关系再亲密，我在父皇面前也不过要说一声云姑娘，不像是二哥，已经是亲昵到直呼闺名。哼，自古美人多人怜，只是红颜多祸水呀。你皇后也是干脆闭上了眼睛，气得胸口起起伏伏的。那几个细作的埋身之处，也可以让连浩轩带你们去看看。派出去的探子也回来了，果然取过了当时的密函。皇上直接把密函丢在了安墨白的脸上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来人，拉下去。慢着，皇上，既然云雷
是苏家军的一员，如今请求皇上让臣子处置。罢了，就任由你处置吧。今日朕也乏了，狩猎晚宴到此结束，明日就回宫吧。云雷，军帐100，逐出苏家军。不得不说，苏家还真是有情有义呀，关键时刻还救了云雷一命。可不是，刚才如果不是苏少将拦着，就云雷的欺君之罪，怕是要斩立决也不解恨呢。你可别胡说了，人家现在有了靠山，你没听到二皇子今天喊的都是云清然的名字，这亲密的样子，难怪对云雷格外上心。那你们说，当初云洛生和他退婚，是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呢，之前早就传遍了。这二皇子可真是眼神不好，你看云家的这对姐弟有情有义，可是这一对呢，小人之心他可真是不会选。云清然攥紧了迷青伞，却始终无法动手。安墨白对他怒吼的样子，确实把他给吓到了。今天安墨白已经失去了军心，云清然对安君灵更加充满了希望。他默默地把迷青伞又藏了起来，心中已经想到了别的主意。阿生，谢谢你。还谢谢我？是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苏家军之中混入了风铃帝国的细作，但是苏轼却毫无察觉。这件事皇上虽然不追究，但是日后难免被小人给利用了，怀疑苏轼的能力。袁洛生提前写信让苏轼准备了密函，至少证明苏轼是有所察觉的，并且已经有所行动了。这一点就足以让皇家信赖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帮助云峥，也是为了帮我。表哥，不要这样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同生共死。表哥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云峥。你放心。四皇子，好巧，爷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浩轩，哦，知道了爷。你是故意的。是啊，既然已经被四皇子看出来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不过四皇子今天为我作证，应该也不会拆穿我吧？四皇子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忽然他的手臂被安君灵抓住，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找我，哪怕被利用，哪怕是被利用。他抽回自己的手臂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姐姐，我看四皇子对你真的很好，你为什么？你不懂。可是我看得出你不是完全不在乎他呀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拒人千里呢？你还不懂？你总是说我不懂，我看姐姐才是那个不懂的人。对了，林玉璧你应该认识，一会儿你去请来，一来给我看看身上的伤，二来也去给云雷疗伤。啥？你请那个庸医做什么？庸医？怎么？你还因为那件事而生气啊？什么？他居然把那件事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怎么了？我是你姐姐，我知道也没什么呀。他知道你是我姐姐，还把趁我睡觉扒掉我衣服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？云洛生瞪大眼睛，原来他们之间的事情是这个，难怪当初林玉璧一提起云峥就忽然红了脸颊。你这就是小伤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内服外用结合，不过几天就好了。多谢玉璧姑娘了。其实我找你来还有别的事情。别的事情？玉璧姑娘住的地方有些偏僻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可以搬到云府来。啊，搬到这里？是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住到我的院子里来，各种治病的药材给你准备齐全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如果日后玉璧姑娘你开了铺子，还会给你捧场。那好吧，既然你盛情邀约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下来好啦。不行，是你还好意思来你？我怎么不好意思？谁知道你睡觉不穿衣服？你还敢说？你一个姑娘家，知不知道礼义廉耻啊？你说谁呢？小心我一针把你给扎哑了！你敢？你这个放荡女子，不顾女子贞洁，居然偷窥男子睡觉，真是！云峥笑的时间太久了，已经笑得满脸通红，笑出了眼泪了。少爷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唉，云洛生无奈的叹气，走过去拔掉银针。好了，云峥别闹了。姐姐，这大夫这么多，你干嘛非要找他呀？玉璧姑娘医术高超，如果不是她，你也无法参加这一次的狩猎，还不感谢人家？哼，你不让我留下来，我还偏偏就要留下来，我就是愿意留下来。可香，你去帮玉璧姑娘收拾一个房间。好的，小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打算把这个臭女人留下来是不是？再说，本小姐就把你给扎哑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云峥，不得胡闹！哼！云峥不高兴地甩门而去。林玉璧冷哼一声，双手抱胸。不多时，云雷也回来了，一身伤，听闻险些丧命。云洛生便带着林玉璧去看望。云洛生，你少假惺惺的，如果不是你，云雷就不会受伤。是我要他去抢功，还是我要他去欺瞒皇上？云清然，他能有今天，
多亏了你和安墨白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的。滚！你给我滚！这个贱人！那你今天来是做什么？看我们笑话，还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？唉，平时看你傻乎乎的，没想到你今天还真的猜对了。我今天还就是来看你们笑话，顺便猫哭耗子假慈悲的。你，云清然气得胸口一疼，用力一压，居然真的硬生生的被云洛生给气得吐出一口血来。你就这么不堪一击，还敢算计本小姐？云清然使用引蛇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就想要除掉本小姐？什么引蛇粉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你还要装到底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又是吐出了一口鲜血。难道自己猜错了？难道是他？你已经得意过了，还不快滚！既然是猫哭耗子，总要哭到底。你不是最喜欢做戏？今天姐姐就给你指点指点。洛生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爹爹，今天的事情好在表哥及时救命，可是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，还是当众打了他100军棍。这件事不怪你，可是妹妹她……清然、云雷，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，今天丢的脸还不够吗？老爷，怎么，你还要为这两个混账东西求情不成？你可知道他们今天给云家丢了多大的人？现在云家都成为京都的笑话。爹爹，云来还小，身子也扛不住，我专门请来了最好的大夫林玉碧林大夫来给云雷治病。云雷不愿意，妹妹也要赶我们走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也就是多亏了洛生识大体，才不会和你们计较，才不赶快让林大夫看看。爹，玉碧姑娘医术高超，不如就让玉碧姑娘留下来吧，愿意住在之前文静的房间里。就再好不过了。洛生，真是多亏了你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不都是一家人吗？袁洛生说一家人的时候，刘氏几个人差点没被气死。老爷，我送洛生出去，云洛生也没有必要装作什么所谓的一家人了。是吗？之前我不想要你们装作一家人的时候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成亲人，现如今轮到我了，又觉得虚伪了。不过这一招在你们那里不好用，不代表在我这里不好用。今天不过是对云雷小小惩戒一下，如果再有人敢动云峥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好你个云洛生，刚才还在老爷面前装的委曲求全，实际上不过是做做样子。你不用这么大声，我爹听不到。你们用在本小姐身上的手段，本小姐以后会一一还给你们。云洛生，二娘你一把年纪了，中气还是这么十足，那你就好好保持，不要让我失望，不然那我也会觉得很无趣的。刘氏气得发抖。那个什么，你刚才说的……被吓到了？之前是不是让你误会了？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人啊！不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哎，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嫁给你了。有一个和我差不多的男人，你要嫁吗？谁？云峥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嫁给那个混蛋呢！云洛生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他了。是啊，都是因为这个贱货，我才会被打，被赶出苏家军。你也是，非要去争什么功劳，也不和娘商量一下再行动，蠢货！娘啊，这件事是二皇子撑腰，谁想到云洛生却拉来了四皇子撑腰。交给你的事情办成了吗？娘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成不成啊？唉，刘氏把云清然给拽了出去，这样好的机会你却不把握。娘，反正都要下药了，我也想赌一把。我就不相信四皇子真的不接受我。娘，我真的想要试一试。过几天就是封王盛宴，那一天如果还不成，我就真的死心了，行不行？你呀，好，那就依你所说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想尽办法嫁给二皇子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，娘，我就知道娘对我最好了。上一次给你的药呢？我收好了，你放心。现如今以云清然的身份，不管是嫁给谁，只怕都是一个妾之位。想要一步登天，还需要她的嫡女身份才是。娘，爹最近对我们很不高兴，这件事你放心，娘已经有办法，只是那个大夫有些麻烦。娘，你放心，如果你觉得他麻烦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给除掉。你没事吧，玉碧大夫？娘，我没事，你就叫玉碧就是了。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，虽然你二娘很凶，但是你有疼你的爹爹，还有一个关心你的弟弟。云峥这个混蛋虽然很讨厌，但是对你是真的好。是吗？你呢？只是和师父相依为命吗？我一生下来就是师父带大的，师父不准我提父母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听荷香说
你后背有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，如果是你的父母想要找你，应该不难。我身上这个胎记不知道是生下来就有的，还是慢慢长出来的疤痕。我身上关于父母的东西什么都没有，师傅也不告诉我。你也别太难过，就像你所说的，都熬过去了。你如今的医术，不知道多少人求着你呢。你放心，多少人求着我，我都不会走。玉璧，你想要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吗？师傅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真的吗？不一定能成功，不过很有希望。好啊。第二天，小姐，今天有一封信给你，不过没有写名字。他说这信很重要，非要我给你。安君灵的笔记，引蛇伞是秦玉冰放的。秦玉冰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印象，不过姓秦的高官倒是有一个秦茂荣。刚开始是十分支持大皇子，后来见情势不对，便主动投靠了二皇子，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和亲。难道就是这个秦玉冰？小姐，这信是谁送来的？一个朋友，这件事谁都不要说。是，小姐。秦玉冰是不是就是那天那个粉色衣服的女子？又为什么会对自己下手？这件事看来只有等到蜂王盛宴，他才有机会弄清楚了。四皇子换府邸了，什么时候搬进去？啊，小姐，你不是不过问这些事情吗？我今天是听到了，但是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记住。那就算了吧。怎么能算了？爹，洛生，你是不是准备给四皇子送一份谢礼？是，四皇子在狩猎之中帮助了洛生，于情于理，女儿都该准备一份谢礼。于理，他帮助了你；于情，爹，唉，爹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你这样，像是孩子一样撒娇了，爹很怀念呐。爹，好了，也不笑你了，爹也准备了一份礼，不过他搬府邸那日，爹也无法去，所以爹就让洛生当这个跑腿的了。你不愿意啊？我不愿意。你若是不愿意，以后你嫁给四皇子，就算是成婚那天，爹也不会去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爹看得出四皇子对你很好，不过皇上都已经答应让你自己选择喜欢的人，爹也不敢随意指婚了。你自己看，四皇子不爱金银珠宝，爹也不知道选什么礼物，你就去看看一些风雅的礼物。这件事就让你来做主了。爹，我就这样说定了。袁虎一留下钱就赶忙离开了。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袁洛生忽然听到了一声琴声，对，乐谱。走，这里是芳华梦。我知道，这里可是青楼。你我都是女子，你怕什么？两位这是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什么人？姑娘，这里来的都是贵客，如果管不好自己的相公，那就怪自己没本事，可不要到我这儿找事儿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误会了，我来这里是找荣少爷的。那你恐怕要失望了，荣少爷是不见外客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准备了这些。我有办法。啊，小姐，不行，你这是对我们家小姐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为了见荣少爷。可香，你放心在这里等我。几个侍卫看了他一眼，只当是这里的歌女，没有在意。荣少爷，你是谁？我是袁洛生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荣少爷，这京都城没有人知道你是慕容家的嫡子慕容问津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快说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我是来求荣少爷编纂安上长风的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编纂这个乐谱？谁告诉你的？如果荣少爷可以把这个乐谱送给我，我可以把你如墨缺的最后一首曲子凤凰于飞的乐谱给你补上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的身份一开始就告诉你了，如果我给你的乐谱是假的，你随时可以去找我。这是你找了3年的凤凰于飞，算是交换，请荣少爷割爱，送我一份安上长风。如果本公子不答应呢？那可能慕容公子的身份就保不住了呢。你威胁我？慕容问津是刚刚上任不久的礼部侍郎，如果让皇室知道他就是风流巷之中人人追捧的艳曲之神荣少爷，不光是对他自己的仕途有影响，更会影响整个慕容家族。那还不是慕容公子先威胁我的？不过是开个玩笑，就像是慕容公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过是玩笑。既然云姑娘已经留下了凤凰于飞，那我就回赠我的乐谱。他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安墨白和面前的女子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忽然，安墨白回过头来，袁洛生低着头，跟几个人先上了马车。好在马车挡住了安墨白的视线。二皇子，刘尚书。二皇子怎么会在这里？偶尔经过。刘尚书，这不是您和四皇子都搬府了吗？您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给四皇子准备的庆祝舞曲，让这些人先过去练一练呢。姑娘，我的面纱不见了，你可有多的面纱？这盒子里多的是。马车直接是停到了安君灵的府
中，云洛生跟着几个女子一起进入到了偏殿之中。逍遥王可是不近女色的，说明一般的狐媚手段是没有用的。是啊，不过我听说他不近女色是有原因的，传闻他书房之中有一幅心上人的画。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希望了吗？说不准啊，我们要是好好献舞，趁机卖弄一番，只要男人总是会心动的。谁不想娇气如云？我就不相信逍遥王真能坐怀不乱。哎，你呢？看你颇有姿色，有什么打算？我难道你不喜欢逍遥王？喜欢。逍遥王来了！云洛生正对上安君灵的眼睛，他的面纱若隐若现。安君灵的眸光冰冷的瞥过，然后忽然转回，定在云洛生的身上。难道他认出自己了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府了？这是刘尚书送来的，听说都是《芳华梦》里面的姑娘，说是献舞的。不知道爷不爱这些吗？还不赶快赶走，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再不走，惹恼了爷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慢着，留下。这爷，他留下。逍遥王，这里说话不便。一个披风从头顶盖过来，安君灵的手指轻轻一勾，云洛生的面纱便缓缓坠落，露出本来的面容。多谢逍遥王。你怎么会在这些人里面？之前的事情，多谢四皇子，我只是想要表达一点心意。这是荣少爷编纂的古风，我知道逍遥王虽是尚武之人，但是却喜欢古韵，有了这个，相信逍遥王就可以听闻自己喜欢的曲目。安君灵接过曲谱，似乎有些意外。这些都是为了云峥，如果不是逍遥王作证，云峥的事情不容易了结。不只是利用吗？云洛生低头沉默不语，不说话了。云洛生低垂着头，不去看他的眼睛。安君灵忽然浅浅一笑，这会儿刘尚书应该没有走远，稍晚一些再送你出去。你先坐。不用了。安君灵不再多说，把他按到一旁的椅子上，然后自己取出那乐曲开始调试。琴声缓缓波动，云洛生原本悸动不安的心情也慢慢的缓解了下来。这演奏他十分熟悉，只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一曲终了，余音婉转。你上一次所演奏的是我母妃写下的曲子。这是他母妃写下的曲子，已故的贵妃。这首曲子是他在冷宫之中的陪伴，是隔墙的温暖希望，却没有想到是安君灵。前世他即将绝望之时，在宫外演奏的人是他。原来从始至终陪伴着自己度过那段黑色日子的人都是他。怎么会这样？很意外吗？是，一如当初你在我面前演奏一样。你是如何会演奏这首曲子的？你所说的故人是我母妃吗？是当年贵妃所赠曲谱。原来那个时候母妃心底已经凉薄了。母妃也是喜欢吃桂花饼，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做一些，那应该是本王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吧。逍遥王节哀。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太久太久了。云洛生轻轻地牵起他的手。爷，慕容姑娘闯进来了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逍遥王，云洛生兵荒马乱之间，连忙把脸藏在安君灵的胸口。爷，这里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给逍遥王请安。慕容姑娘，今日本王还有事情，姑娘还请见谅。有事？慕容姑娘今日闯入，不知所为何事。知道逍遥王新居，送来礼物。我知道你喜欢古曲，所以专门买了最贵的古琴送给你。这把琴就收下去吧。这琴可是贤贵妃留下的。两个人同时压住了琴。你干什么？你算什么身份？居然敢忤逆我们家小姐的意思！小丫鬟一个用力扯开了云洛生的披风，她略显妖艳风流的身姿暴露无遗。慕容新慈看到云洛生的打扮，更是眼睛一红，住手！把小丫鬟吓得一个哆嗦，倒在地上了。她手臂轻轻用力，把云洛生揽入怀中。好几次，慕容新慈都想要窥探云洛生的面容，但是都被挡住了视线。逍遥王，你知道本小姐对你的心意，我对你……慕容姑娘，时候不早，琴本王已经有最好的了，不需要了，谢谢。这是我找了很久的最好的琴，本王已经有了。他单手抱住云洛生，眸光笃定。好，我只想知道和他相比，我输在哪里？至少让我看一眼，不可以吗？安君灵不收，就这样紧紧地抱着云洛生，视若珍宝。好险！安君灵轻轻低下头，亲吻丰唇。爷，慕容小姐已经走了。连浩轩仓皇地冲进来，对不起，他只是轻轻地触碰他一下，他的心已经快要狂乱地跳出来了。他不该连累他。爷，你这是……他一把拽过云洛生，安君灵眸光一愣，看向连浩轩。爷，现如今皇上刚刚表现出宠爱，这些狐媚妖精就一波一波的扑过来，指不定是什么手段呢。你可不能被这些狐媚妖女给骗了。我知道你们青楼女子都有攀龙附凤的心思，想要飞上枝头做凤凰，
凭你也确实有几分姿色，不过我们爷你就别想。浩轩，爷，今日就算你要处罚我，我还是要说，这女人的确风流，不是一般女子能比。但是您也不能就此中计呀！这样的狐媚妖精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一双我打一双，我是不会允许他们靠近你。群洛生这是又想哭又想笑。你没事吧？爷，这个狐狸精她……连浩轩忽然愣住，眨了眨眼睛，又不敢置信的揉了揉眼睛。好久不见，连侍卫。好久不见呐，云姑娘。对不起啊，云姑娘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不是你怎么？没关系，你这身打扮真的是……斗篷是我送你回去。那就麻烦逍遥王了。连浩轩赶忙准备了马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安君灵看到他的样子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唇角隐隐带着几分笑意。不多时就到了云府。小姐，逍遥王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本王今天是送洛生回家的，不必客套。送他回来，本王也该回去了。但是他口中喊出云洛生的名字的一瞬间，云家每个人的表情都丰富极了，特别是云清然，整个脸已经完全垮掉。云狐意也是有些怔，他很快一笑，送走安君灵。小姐，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好着急呀。说来话长，你没有告诉爹我们去哪里吧？没有，不过你这衣服要赶快换下来了，如果被……洛生，何香话都没有说完，袁虎义已经大步走进来。爹，洛生，爹希望你去把礼物送过去，你倒是直接把人带过来了。不过是巧合，那礼物方才已经送过去了，看来逍遥王很喜欢。那就好。云虎义目光落在云洛生的衣服上，云虎义轻轻笑了笑，摸了摸云洛生的头。看来你真的是长大了，不多久应该就要嫁人了。爹，以后你们也嫁人了，家里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将来云峥也是要成家的，还有云雷都要自立门户。感觉你们还是孩子，在我身边打转，一转眼的功夫却就要离开爹爹了。爹，洛生，我知道你和清然之间有些矛盾，不过毕竟是一家人，我希望你们能和和睦睦的。又是这句话。如果云虎义能看清形势，云洛生会省去很多的事情。偏偏云虎义总是记得刘氏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总是惦念着这么多年的夫妻情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都沉浸在云家团结一心的美梦之中，才会让云洛生一步一步的退让。到了，小姐，老爷真是被二夫人灌了迷魂汤了。他当年如果不是对爹有恩，以他的身份没有机会嫁给爹，也不会一次一次的被原谅。老爷都不知道你这么多年的苦。终于到了封王盛宴的这一日。洛生，上一次的事情是墨白不好，你们婚约解除了，皇上也许了你自己选夫君，你心里有没有心仪的男子？皇后娘娘，洛生没有想过，只想要陪在父亲身边。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小呢，都已经及笄了，应该赶快嫁人了。今日这些皇子里面，你看上了哪个，都跟本宫说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墨白，母后，你这段时间也忙，都没有好好的陪母后说说话。是，你们呀，就别闹别扭了，你们本就是男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皇后娘娘，我妹妹清然因为是庶女之位，无法进到殿堂之中观礼，很是委屈，希望皇后娘娘恩典，可以让她也进来观礼。不知道洛生这个提议会不会太过于唐突？母后，云家本就是忠烈满门，嫡庶如何？不如让他们都进入观礼。皇后一看到安墨白为云清然说话就不高兴。皇后娘娘大美人，怎么不高兴了？你呀，还是像个孩子一样莽莽撞撞的。今日是封王盛宴，你可不许胡闹，做出什么荒唐事，被你父皇惩罚的话，我可救不了你。皇后娘娘才舍不得我受惩罚呢，是不是？美女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这里好像看得不清楚。美女姐姐，你和我一起去那边坐吧。大美人皇后娘娘，行不行？好不好嘛？好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二哥也真是的，刚才我都听到了，还替那个丑八怪求情。他可不是丑八怪，清霄王很喜欢他。二哥还喜欢你呢。我亲耳听到的。那天我去皇后娘娘那里玩，听到他说他喜欢那个丑八怪不错，但是也不否认对你有些心动。皇后娘娘想着让他今日和你好好相处，说不定你会回心转意。至于云清然，等你们成婚之后再说。难怪安墨白完全是想要脚踏两只船了。美女姐姐，你不会喜欢他吧？不会。怎么？你还记得
我之前说过在哪里好像见过你吗？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其实就是思雨，父皇找你。哎，美女姐姐，我先走了，等我回来哦。袁洛生手指轻轻一动，旁边的酒杯翻落，掉在了一旁的座位上。安墨白本要坐下，现如今座位都被酒水打湿了。云洛生，你是故意的。青象王，你如果不开口，我都没有看到你呢。你不用装模作样的。如果你欲擒故纵的游戏玩够了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确实感兴趣，娶你也不是不可以，所以你不需要再玩这样的把戏了。真是荣幸。不过皇上已经答应让洛生自己选一门婚事，你既然说我是欲擒故纵，那我就欲擒故纵到底，偏偏不嫁给你。不嫁给我，那你觉得还有谁会娶你呢？还有谁会娶我？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一个二品官员的女儿，还真以为除了嫁给我，还有机会嫁入皇室不成？皇上的皇子也不止你一个，如果我嫁给逍遥王呢？不会让你太没有面子吧？就凭你也想嫁给老四？谁要嫁给本王？不是吧，安君灵？他回眸一看，果然是安君灵。云姑娘是在和我赌气呢，说是要嫁给你。荣幸之至。云洛生和安墨白都是怔住，安墨白轻哼一声，转身离去。逍遥王，刚才不过是一时冲动，才会把逍遥王的名号说出来，还希望逍遥王不要放在心上。若是本王放在心上了呢？你不是说过喜欢本王吗？安君灵靠近云洛生几分，云洛生吓得慌忙的闪躲。原来不过是纸老虎。云洛生这才知道，刚才安君灵是故意吓唬自己的，有些懊恼。安君灵笑了笑，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云洛生的鼻尖，然后转身离去。可恶，这个安君灵真的不像外面传言的不近女色啊！居然安君灵孤身上前领赏，皇上十分看重。君临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儿臣不觉得。你如今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几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尽心尽力，不辜负父皇厚爱。你若是有喜欢的姑娘，也告诉父皇，你年岁也不小了，是时候为自己的事情考虑一下了。可有心上人？安君灵沉默了一下。父皇，儿臣还不急于一时。蚕丝节那日，也希望蚕丝娘娘好好给你牵线。你呀，平日也不见有什么姑娘入府。不过听说那一日有个舞女被你留下了。洛生心头一紧，这件事居然都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了。那就是你的心上人吗？安君灵不说话，但是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像是默认了。君临，你喜欢的是一个舞女。袁洛生看向安君灵，心中有些着急。皇上，孩子们还小，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是一股热劲儿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你何必着急？若是真的喜欢，将来纳为妾室也不为过。儿臣不会纳妾。不会纳妾？一心只能装一人，何须多情惹尘埃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皇上，今日是封王盛宴，是大喜的日子，教训孩子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回去再说，不然让诸位大臣笑话了。皇上忍住怒火，不过都能看出来，皇上是真的生气了。父皇，你气什么？人的心喜欢什么，是自己能控制的吗？四哥不过是留下了一个舞女，也没有说就要娶她呀。二哥还喜欢一个庶女呢，那又如何？思雨，本来就是。思雨。安君灵领了赏之后，一脸冰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当年皇上许诺安君灵的母亲贤贵妃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是最终却是帝王绝情，痴情空负。这件事让安君灵难以释怀，这也是这么多年安君灵不愿意在京都的缘故。袁洛生远远看着安君灵，心中有些内疚。如果不是上一次的舞女的意外，他今天也不至于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。前世他已经拖累了他了，如今又一次拖累了他。或许他从一开始就不该靠近安君灵，才不至于让他一次次的陷入危机吧。封王典礼结束，袁洛生就看到安墨白悄悄把云清然安排了进来。云清然远远看了袁洛生一眼，眼眸之中都是得意，毕竟她是第一个能挤进宴会大厅的庶女。不多时，舞女起舞，翩翩而动。